大家好，我是 iTop 的 Edmond。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厨余垃圾处理器。等一下由我们的工程师来去为大家逐一介绍，然后可以怎么选型，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厨余垃圾处理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厨余垃圾处理器这个产品。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产品呢？它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厨余垃圾，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我们在烧饭、在烹饪过程中的一些，比如说剩菜、剩饭，然后还有一些果皮、果核这些厨余垃圾，以及就是我们在清洗餐具的时候的一些残渣，比如刷锅的时候油腻物的一些处理啊。那过去呢，我们需要用这个塞头把它这个滤网把它这个厨余垃圾拿出来去倒到垃圾桶里面啊。那这个过程中呢，有水会滴答，有油污啊之类的，比较难处理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厨余垃圾处理器呢，就是我只需要就是说把它水冲进去，然后它直接处理掉下水管道冲走。那么可以解决了一个，就是说我们防止水在地上滴答的这个过程，而且可以解决这个厨余垃圾。我们都知道容易腐烂，容易滋生细菌，容易产生异味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厨余垃圾处理器，直接马上产生，马上处理掉啊。那它减少了这些，避免了这些东西的一些产生，比如说异味滋生啊、细菌滋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清理且麻烦这些困扰啊。这是它用它的一个好处。那么今天给大家看到这款厨余垃圾处理器呢，它有哪些功能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它采用的是无刷变频的一个电机啊。那就像我们现在的空调，它是变频空调，它更加的智能，更加的节能啊，更加的这个方便啊。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款无刷机呢，我们能看到这上面它有一个菜单键，它里面带了安全铜锁，我需要开机之前，我得先解除锁。然后呢，就是在下面台下操控的时候需要这样子，它是防止误触碰的。那么它上面有这个对码键，还有厨下的温湿度，这样的一个按键。那么这款机器呢，同时它配备了一个自动冲水，然后排污口，这个口是自动冲水、自动冲洗的一个功能。那么这里是一个排污口，就是处理完之后呢，从这里流出去。那么其次这个产品的最大的卖点有3个，第一个呢，就我刚才讲的，它有无刷电机，它的使用寿命包括智能性非常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排污能力比较强。那么等一下我会在后面给大家做展示。那么第3个是它的启动噪音非常轻。那我们可以现场启动一下机器控载噪音我们先手动给它解锁，然后开机。现在是已经开机喽，声音是非常轻的。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开，我打开我们可以展示一下。那目前是开机状态。那目前是开机状态，它的噪音是非常轻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就是产品的噪音的困扰那么3个我重复一下3个，一个是噪音非常轻，然后无刷寿命更长、更智能，还有第3个排污冲力比较强。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排污冲力到底强在哪里。好，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把这个大概是2公斤多的一个沙子我们可以加到管道里面，然后来模拟它的冲力能不能冲到4米高这样的。好，来我们加进去。那么给大家讲一下这款产品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菜单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显示屏上面这个是开机键，那么这个是什么？对码，就是我们遥控器的一个对码匹配。那么第3个按键是这个管道冲刷功能的一个手动启动键。那么最后一个功能是铜锁，
解锁的按键啊。那么在这个显示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温度和湿度，那它可以装在厨下之后，帮我们来检测厨下的温度和湿度啊。因为我们厨下不是涉水地方嘛，湿度很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提醒。好，那这是这款触摸屏。那么另外呢，这款机器，那它是有3联动的一个开关，一个我们讲的是这个遥控开关啊，就这个遥控开关，它一般是贴在这个我们墙上，手方便触动的地方啊。那一般我们按一下键啊，就开机了，看到没有？这个标识在走，那它就开机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再按一下关，也可以做到什么呢？让它自动关。因为这款机器相对比较智能一点，它会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不需要去关它，它检测到没有负载之后，处理完之后，它会自动关。啊，这是咱们这款机器。那我们看，它自动已经停了。啊，就是我不用去关它，它自动会关。啊，这是咱们这款机器。那么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到机器的一些功能性的，我们可以，很多人会很关注，哎，那你这个是什么材质的？你使用的时候是怎么使用的？是需要我垃圾塞进去？然后在那守着还是怎么样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款机器呢，就是我可以做到一键开机，就按一下开机，我把垃圾放进去，它有自动冲洗功能啊，不需要像传统机器我需要开水龙头，它是你厨余塞进去，机器开机，厨余塞进去之后呢，你就人可以离开了，就叫无人值守，就不需要我一定在这等着它处理完怎么样子，不需要。然后呢，开机，垃圾放进去，然后人就可以走。它处理完会自动关机和冲洗，自动冲洗和关机啊，是这样一个流程啊。那么另外呢，很多人很关心你这个研磨盘，就是这个东西能使用多久？那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研磨枪全部用的是304不锈钢的，而且是包括我们的涉水部件的一些配件，全部是用的304防腐性的一些配件，那它的使用寿命会更加长久。那么具体能用多少年呢？目前我们的实验室测试数据是在20年，啊，相对是比较久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排污能力比较强。那到底有多强呢？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从地面往上走，基本上往上垂直打能到4米以上。那它的压力换算成压力单位，大概是在5安帕左右，5安帕的一个压力，大气压5安帕的一个压力啊，这样的。所以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水流的缓慢，容易造成挂壁，然后堵塞、沉淀堵塞这种情况。那么它呢，排污能力足够强，会解决什么呢？就是管道里面沉淀，就是能给你直接送出去啊，不容易在管道里形成沉淀，给堵塞异味这个问题啊。这是这个产品啊。还有另外呢，就我们很关注它到底是多少瓦的功率。那么我们现在这款机器呢，它是额定输出是750瓦的啊，就1马力的一个输出。那变频的功率，它的峰值功率可以变频到多少呢？1580瓦啊，它是带自动变频的，就是我们可以结合甄别的它的厨余垃圾的软硬进行变频调速啊，这样子。重量嘛，这台机器重量，裸机重量大概也就是在6点多公斤，就是6点多公斤。那么加上包装啊等等很多配件附件之后，大概是在9.9公斤左右啊，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一般我们水槽的承重是没问题的，就是我们手工槽啊，或者是一般的那个台下培啊这些东西，因为它都有设计这个承重要求，基本上装上它的话不用担心承重的问题。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口呢做了一个安全的防护。啊，做了一个安全防护。什么叫安全防护呢？就是说防止处理的时候呢，厨余啊分溅出来。所以这里呢，我们叫防溅罩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担心安全的问题，就是我们从研磨枪这个会旋转的键到这个口的安全距离大概是在15公分以上啊。那我们叫安全距离，在结构上已经规避了安全。那么其次，我们配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防溅圈啊，就是成人的手是放不进的。啊，它是有这样，成人的手是放不进的。那么小朋友呢，他是够不着。为什么讲够不着呢？因为我们讲一般水槽的深度大概是在20公分左右深度，那么再加上机器15，它的臂长是不够的。啊，所以说其实在产品设计端口已经考虑到这些安全的问题。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熄屏状态，就我们开屏这个菜单上面，这里有个77，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台机器我现在就是持续开机已经有77分钟了。啊，是记录这个时间的，啊，
那么另外呢，这款产品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有的认证，一个是CE、CQC、FCC、RoHS， 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童锁，就安全童锁，就是我现在不是我正常那个通上电之后，我机器属于锁止状态。那么我们这款机器有3种的启动方式，一种是我们的这个遥控器按键，还有一种是触摸屏上的开关按键，那么第3种是底下的这个机械键啊，那就防止就是说应急情况下再使用的。哦，那我们启动的时候，机器研磨盘在转速了啊，在运转了。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强充功能的按键，那么在什么时候使用呢？首次安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长按3秒这个按键，或者是用机器上的这个强充键，我们把管道进行清洗一下，按强充功能。那常规在使用的时候，我就一键开机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就是说给它强充。那目前的话，大家很关注2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堵塞的问题。那么我们一个是超强的排污能力，还有一个处理的细度。其实超强的处理能力，刚才我们有看到，它能够到4米高的一个增压压力。那么细度呢，目前国标的要求是7%。那么6.4毫米，因为标准的是50的管道嘛。那么目前咱们的是大概是在2到4个毫米这样的颗粒度。今天呢讲的这个产品有3个系列，这个叫 S 系列，黑色的2款，小型的叫 S 系列，中间这2款叫那个一钉钩系列，然后这个2款叫变频叉系列。那么它们的区别或者是怎么选是怎样子呢？我先简单讲一下这款，先从 S 系列开始，它什么区别哈？那么目前这2款 S 系列，它的功率是375瓦的，都叫 S55， 一个 A 款，一个 B 款。那么它2个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就是连接件的不同。那么像这款的 S55的 B 系列的话，那它上面的话全部采用的是这个金属部件啊，金属部件。那么这款的 S55A 系列呢，它这个部分是采用的顶部是304的不锈钢，然后中部呢这边是这个尼龙加玻纤，然后这下锁紧卡扣这里是铝合金加外表面的氧化处理的一个情况啊，一个配件啊。那么咱们这款基础款区别市面上的点在哪里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传统的是在结构上面，就是这个连接件的结构上是做了2个点的挂钩，那么咱们这款是做了4个点的挂钩啊。我们能看到啊，这里是做4个点的挂钩，1、2、3、4个点的挂钩。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4个点的挂钩到相对来说结构强度方面会好一点，它会更加的耐久性会更加好啊。你用多长时间它都不会出现比如说渗水漏水这样的现象。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给水槽，就是垃圾处理器，我们都知道是装在水槽上面，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给水槽边口固定的时候，它是做了3点定位，除了这里锁紧之外，它加了3颗定位螺丝啊，3颗，这一周圈是加了3颗，1、2、3颗定位螺丝，它就防止什么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这边松动啊，所以它的这个结构强度，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的非常的细致啊。那么另外底下也是做了4个点的挂钩，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就是这款的一个研磨盘。啊，这是 S 系列的 ，S 系列的研磨盘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啊，这是 S 系列跟一钉钩系列的它的研磨盘，上面是用了锥形的2个刀锤，然后进行击打，下半部分是做了这个切割齿。那么在同类直流油刷机或者375瓦或者是550瓦功率里面，它的处理效率是非常高的，是高于同类产品30%以上的处理效率。那么同时呢，刀锤在固定的时候，你看一下，我们这里也做了点焊处理，就是除了铆钉之外，做了点焊处理，它的可靠性更加牢靠啊，就不用担心，我用多久这个刀锤铆钉会不会松脱掉这个问题，所以它整体的使用寿命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 S 系列跟一阶系列这2款都是目前采用了这样的一个研磨盘啊，这是在研磨盘上面啊。那么另外在电机上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 S 系列的电机啊，这是 S 系列的电机。那这款电机呢，等于是我们配备的是375瓦的啊。那么上面在做平衡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在锡钢片上进行去重做平衡的。那么它的平衡精度更高、更稳定啊。你看，我们是在锡钢片上，就是不平衡的地方，然后进行通过减重做平衡的。那么另外在电机轴上面呢，我们都知道
电器来涉水的电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密封那么传统的机器在密封端口呢，这里是在这里地方是套了一个密封的一个轴套，在轴套的外部是进行了一个油封，就密封嘛。那么实际上轴套内部是在这里压了个 O 型圈。那我们这款优于市面上的防水性能好的点在哪里呢？在轴套的内部我们开了一个凹槽，那在这个地方有个凹槽，这里会压一个这个 O 型的密封圈，也就是内外双密封。那么在使用过程中的话，就是解决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厨余机的渗水这个问题比如说渗漏水电器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涉水之后呢，它可能会出现比如短路这些一些问题。那我们这款在密封性上面做的是非常 OK 的，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地方做了凹槽这是375瓦的一个电机，2个配置它有这个金属接口，有这个尼龙接口。那我们来到这里呢，这边是我们的一阶系列。一阶系列同样在外观上，我们能看到这2款其实高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其次就是跟55系列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接头，一个是金属，一个是这个尼龙接头。那2个的配置我讲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研磨盘跟那个接口我全部讲过。因为这款的话跟 S 系列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它的一个电机功率的大小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电机。那我们看一下。其实2个电机的高度差很多的，看到没有？2个电机的高度差很多差很多。就是这个是550瓦的一个电机，这个是375瓦的电机。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在讲，2个机器如果高度一样，那我们讲功率不一样，其实是，那我们不用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它肯定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本身核心来说电机高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它2个电机呢？这个同样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切削的方式，然后呢进行配重的这是我们的550瓦的一个机器。那么它刚才我有讲过，它适用于比如说3个人往上到5个人这样的一个家庭去使用。那么再走到我们的最左边呢，这里是我们的无刷变频的机型，属于这个厨余垃圾处理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里面的高端配置。那么它高端的在哪里呢？我们首先来看。就是核心部件，我们大家都讲的，就是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从外观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讲电机的配置。那看，同样2个电机是不是大小差很多对不对？电机大小是不是差很多？虽然这个550瓦，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电机要大很多电机端口就差很多。然后呢，这是它的一个变频电机，因为无刷系统的话，我们采用的是目前市面上比较盛行，在烟机领域，在这个空调领域，都是一些高端配置会采用的无刷变频。那么它区别于有刷电机的核心点在什么地方？就碳刷的是磨损、寿命、动力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无刷顾名思义，它没有碳刷进行换向，它的也没有碳刷磨损导致的寿命衰减性能衰减这些问题。那相当于它的稳定性会更高、更节能、更智能寿命更长。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实验室数据测下来呢，无刷目前的是有刷机的寿命的至少在它的2倍、3倍以上这样的一个寿命。那么用下来，目前这款机器大概是在20年的实验室的我们的模拟数据大概是20年的一个寿命。那么另外呢，这款跟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我们来看电机的轴径大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讲我功率大了，我马力大了，我匹配的所有的配件都要跟着进行变换，对不对？因为这款呢是刚才我们讲有刷机器，它的功率是多少？370瓦、550瓦，甚至750瓦。那我们无刷机在起步的时候就做的是750瓦的功率。那你看它的轴径就明显会粗很多，然后再加上就是密封包括这个轴。无刷机目前我们的这个轴径采用的是304不锈钢的轴，因为它这个轴头部分是处于涉水部分，涉水部分之后我们进行了这个304的一个防腐，就是防腐，就因为厨余嘛，它本身有一些腐蚀性的，有盐有酸这些腐蚀性，所以我们轴面然后做了处理，也就未来我们这个电机可以做到2次利用，就是后期的售后端口大家不用担心，就我们可以重复利用，因为它不涉及到其他的1号品的一个部件那么这是这个电机。另外呢，在研磨盘我们可以拿起来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采用的也是304全的不锈钢，它的防腐性会更好一点，就是可能用了3年5年，它上面仍然是这种
不锈钢的颜色比较光洁如新这样子。另外底部呢做了一个增压设计，就是它的无刷机的目前这2款无刷变频机的它的排污能力是前面2个系列的3倍甚至是5倍以上这样子。它的排污增压它的大概是在5万帕左右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前面2款的话，它的增压压力大概是能到2万左右这样子，2万帕左右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它在它的增压压力基础上是翻倍的是翻倍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这款机器在功能上也做了一些，就是说智能化的控制。那比如说我们在处理厨余的时候，厨余开机，厨余放进去之后，它会处理完，然后完成冲洗之后，检测到没有厨余之后，它会自动关机另外呢，它还做了一个整机的一个保护，就是说设置是在2分钟，也就是说，就是我持续开机一直开着，就是一直在处理，2分钟会强制关机，也是对电机的一个保护那么2分钟关了那我可以再次开机也是 OK 的它是做了2分钟强制的一个智能化的防忘关机这样的一个强制关机断电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大家手上有看到我拿一个黑色的防溅圈，这个是叫什么？我们叫防溅罩。那目前市面上会有2种，咱们在这种金属卡扣，我们现在目前都做了标配，是什么呢？这是市面上的常规的它就偏软一点。那这个是咱们现在配的，你看在里面做了安全防护环。那么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垃圾处理器装好之后，我往下塞垃圾，有些大个的垃圾，那往下塞的时候，它可能会把这个防溅罩带的一起掉到里面去会产生一些，比如说防溅罩打掉这些售后问题。那我们在新的防溅罩上，我们做了一个安全支撑环我们可以看到安全支撑环，那它能够起的作用就是更好的支撑，可能我用了3年5年，那照样弹力还是比较足的就可以规避一个防溅罩掉到垃圾处理器里面的一个风险。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厨余垃圾处理器这2款这款型号目前是006，这款型号是 A700这2款。那么区别于市面上的无刷变频的垃圾处理器，区别在哪里呢？首先第一，它的电机都是无刷变频的。那么这一款的话，006呢，它是属于一个一体电机。目前在一体电机这个领域里面的，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有所有一体电机无刷变频的功能。那么其次呢，它的体积是目前是最小的。那么它的高度只有多少呢？那我们现在做到的高度只有28公分高度28个厘米这样的高度。那目前是属于在一体的无刷机里面是高度最矮的。那么同样可以满足比如说自动冲洗、液晶显示，然后排污能力这些的功能。那么其次它还配了一个2档常规档给高阶档。那么常规档就是我们这样按一下正常就开机了，那么再按一下高阶档就是高阶档的一个开关是这样的。那么日常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按1档就可以了那么同样它具备了一个就是说变频给增压排放的一个这个能力，就是说它的排污能力比较强，不容易在管道里面形成沉淀，可以解决这个管道堵塞以及就是卡机的一些问题它整体的性能是比较强悍的那么侧面的这2个孔，就一个是进水孔，就自动冲洗的进水孔，那么底下这个呢是排污的一个孔。那么另外呢，在这款小款的 A700， 那它跟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它这一款的控制器是外移的，那么外移之后呢，整体机器的高度就降低了。那这个是为了匹配满足一些用户家里他本身厨下想做一些其他的归纳、一些收纳类的一些用户，那我们整体高度呢只有多少呢？只有20公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个厘米。那所以它是贴近水槽的贴近水槽，它高度只有20厘米的高度。那么厨下的整体空间就会节约出来很多，针对一些有小体积需求的用户，那么就比较容易满足。那么它同样的这2个的配置是一样的，都是带了自动冲洗、智能冲洗的一个功能，就是强排、强力排，然后自动冲洗、智能关机、感应关机这些功能都是有，而且同时是无刷变频电机马力也是足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2款。那么同样这边也是进水口
排污口啊，也是带了一个智能冲洗这样的功能。那么遥控器也是采用这样的常规跟高阶版的那个2个按键啊，我可以智能识别，也可以通过就是说按键手工来识别啊。那么同时它在用的时候呢，就是我按常规键，它可以自动变频道，常用就可以用常规键就可以啊。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款机器。好，谢谢。好，我们处理这个厨余，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果皮呀，削的果皮，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放进去。啊，这个是我们的实验室。那我们能看到这边有盐污试验，包括性能试验，还有可靠性的耐久试验，然后最后的跌落试验，以及就是试验区的风样，包括配件区的风样，还有一个电机的一个测控，电控端口的一个耐压，然后高压这些测试全部是齐全的。这里就是我们做一些硬质负载的一些测试，比如说用我们的河里的石头啊，然后常用的一些干的一些硬的一些核桃皮，然后还有生蚝，这里是生蚝的一些无刷变频的这个